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现在川习会是不是有谱了？现在卢比欧跟王毅交锋哦，美国呢对亚洲的盟友呢加税，中方批啊这是霸凌行径。川普呢才刚祭出一波新的关税政策，那卢比欧呢在此行巩固亚太战略呢，但关税呢引发了中方的反弹，那使他在东南亚的外交行动是步步为营。王毅怎么说呢？他说美国的关税啊是典型的单边霸凌行为，各国不应该支持，而且呢这些关税的破坏了自由贸易的体系，干扰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意图剥夺东南亚国家的正当发展的权利。那再看到是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王毅呢全程阐述用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那个原则跟立场。他说同意加强外交渠道跟各领域的层级沟通的对话，发挥外交部门在推动两国的这些关系当中的一些作用，在控管分歧的同时呢，也要探索扩大合作的领域。看得出来呢，中方是比较开放的态度。但问题是，现在是不是在为川习会来铺路呢？现在卢比欧跟王毅在吉隆坡是闭门会谈哦。那卢比欧怎么讲？说川普跟习近平哦，这个举行的峰会呢，可能性很高。美中呢，两国既有这个潜在的合作的领域，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所以上一次已经是2017年了，那2025年会不会川习会又再一次？大家可以看到了，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那再看到这次王毅啊展开外交，王毅一天会见了4个五眼联盟的外长。见澳洲外长的时候呢，他是坚持正确的定位就能够稳定发展。他说啊，过去3年来啊，中澳关系稳定下来，实现转圜，而且取得正面的成果，证明只要坚持伙伴关系的正确定位的话，两国关系就能够稳定的发展，不断取得成果。那另外一部分来看到英国的这个外相拉米跟王毅会晤的时候呢，也出席这个东协区域的论坛。那拉米怎么讲？他说当前的英中关系有改善的趋势哦，那各层级的交往呢也开始变得频繁了。英方呢期待跟中方呢进一步的加强沟通，采取更多实质的行动，推动经贸各领域的合作。好，那王毅呢也会见了加拿大的外长阿南德，说两国呢可以完全称呼成就伙伴，互为成就伙伴。他说今年呢是这个中加建交55周年，是思考未来的重要契机。中加之间呢没有领土争端，也没有地缘的矛盾，完全可以互相成为伙伴。那中日外长呢也在吉隆坡会面。王毅说两国关系啊已经获得一些改善。那另外包括马来西亚的部分呢，他也说这个我们就看谁是真正的朋友。那王毅呢他说在太平岛盼延交海洋格局要被改写。他说啊，中方愿意在东协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的体制，同时啊，中俄一致反对西方国家在亚太的军事化行动。另一个部分呢，那对比现在美国的政府是说乱成一锅粥了。现在美国国务院裁员将近1350人要丢饭碗。那卢比欧 IP 是在讲假话，让美国变得更不安全。那可以看到，现在包括了美国国务院的大门11号已经聚集了不少声援的民众，要为裁撤的员工加油打气。好，那现在美国是不是不能说长官坏话 ？FBI 被曝用测谎审查员工的忠诚局长被 IP 什么？根本玻璃心嘛。这《纽约时报》呢引述了2名相关测谎的问题以及相关的知情人士的报道。FBI 在访谈的测谎过程当中，他问资深员工是不是曾经说过 FBI 局长的坏话，讲他的坏话。那这时凸显出 FBI 过度要求效忠，几乎不容许异议。那他们还指出说呢，你批评局长或者副局长的人可能会因此被解雇连这种事情都放在心上，可以看得出他们内心有多脆弱。好，那再看到了现在呢，美国的政府少了马斯克之后呢，现在美国也暴露出现在有其他人要跟着走了吗？甚至说有8个人，至少8名要员要跟着走了吗？连武装的警卫人力都没有了。那原本按这个电梯的按钮的这些人呢？也通通获得标示，后来消失不见了，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吗？好，先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川习会真的有谱吗？现在中美关系看起来是在缓慢的缓和当中，可是问题是随时都可能出现变化。是，尤其是川普常常会突然之间又不按牌理出牌，那可能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糟糕。实际上，美国现在陆陆续续公布他对盟国的这些关税，其实引起了非常多的反弹。那当然，中国大陆也不乐见这样的状况，因为这很明显在阻碍全世界的贸易。
那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中国大陆对这个当然是非常严正的批评。可是美国会理吗？也不会理。所以你这些东西，如果川普始终这样变来变去，再加上他始终把中国大陆视为敌人，那你说美中关系能够缓和到川习会吗？你是习近平，你愿意跟一个完全就是不确定他要做什么的人见面吗？所以我觉得这些恐怕都还有得谈，风险太大。因为我觉得美国首先跟川普首先必须要展现出他是一个可被信赖的，而且他是愿意遵守承诺的，而且他是真的有在执行，在缓解中美之间关系的。如果没有办法做出具体的行动的话，那习近平不会想要去跟他见面的，因为干嘛？没事，难道他要去学泽伦斯基跟他吵一架？对啊，不可能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慢慢来吧。中国大陆也不会急，因为急的应该是美国，那就看美国有多急。美国最近一直千方百计的，你看一下透过 Rubio， 一下连贝森特都说我们可以谈经济以外的事情了。我也不知道一个财政部长经济以外他要跟人家谈什么，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那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做了。可是问题是，你以为你在伸出橄榄枝，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可不是这样认为。中国大陆认为你搞不好再挖个陷阱给我跳，所以我觉得这个再看看吧。那至于说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阶段，他当然要赶快，因为美国正在把盟友从他身边一个一个推出去。对，那中国大陆当然要借这个机会，赶快想办法拉拢这些国家，甚至跟他们修复一些关系。而且说真的啦，主要是中美在对抗，你关旁边这些国家什么事？过去这些国家都是在美国的怂恿之下去对中国大陆采取一些行动。那这些行动采取了之后，对这些国家有什么好处吗？完全没有任何好处啊！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对他们征收高关税，那中国大陆愿意对他们伸出手，那你觉得这些国家的选择是什么？你看加拿大常配合美国，没事就要到台湾海峡来，到大陆沿岸去进行什么巡航？请问一下，你巡航这些东西干嘛？加拿大跟中国大陆之间有什么仇恨，或是彼此之间有任何纠纷，或是有什么其他的安全上的问题吗？根本都没有嘛。所以他都是按照美国的意思在办事。但是现在美国对加拿大下狠手，是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加拿大你还要这样做吗？那当然，我跟你讲，加拿大你也不要相信他会对中国大陆多好，他还是会慢慢想办法修复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也不会太天真啊。但至少能够趁这个机会改善一下跟这些国家的关系，也不是什么坏事。而且美国现在正在自己毁灭自己。你看之前在搞这些移民政策，现在又在搞大裁员，对，把自己的实力都削弱了，很好啊。这个对中俄来讲一定非常高兴，你就继续干吧，我们强力支持你。是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呢？其实 Rubio 很不愿意去这一次的，就是美国东协高峰会。因为川普才刚公布完对于这些东南亚国家还有亚洲国家的关税，去了尴尬哈。日本、韩国、马来西亚25%，然后呢，泰国36%，哦，这些国家都30几，连那个菲律宾本来是17的变成20，那菲律宾说，怎么回事？那 Rubio 来，当然大家就没给他好脸色了，是因为你一定会减少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嘛？那奇怪了。你不是要拉拢我们，为什么要减少我们跟你的贸易呢？但卢比奥一定要去，因为他要去见王毅，他要去谈就是这两位领导人的会面的可能性。那卢比奥是最出名的反中议员呐，他到现在为止态度还是非常的反中抗中，支持台湾，所以大家搞清楚，是真的支持台湾，还是为了抗中？但卢比奥见了王毅的时候，你看连握手都没有握手。就两边各照，然后呢，面无表情。那王毅说你无表情，我也跟你无表情啊。那王毅这个几十年来在全球的外交场合，他当然很清楚。所以现在重点，两个领导人会面，因为国际政治上领导人虽然是代表了国家，但是他的决策有相当大的个人的性格风格的这种影响到他的决策，我们都知道。你看，如果今天不是川普，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关税政策？然后呢，如果不是李登辉或赖清德，两岸会走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个人领导人个人对于这个影响是很大的。那见面三分情，总是会说，有一个沟通管道。那两个大国之间，尤其有这个沟通管道很重要。但是眼前谈的问题，关税问题、稀土问题，能够有结果吗？这个当然彼此都是在亮剑啊。彼此都把它当筹码，是，
美国把关税当筹码，中国是越来越不依赖，但中国的稀土现在美国根本是难以逃脱，所以卢比欧尽管再讨厌中国，尽管知道到东协去面对这么尴尬的关税政策，他还是要去面无表情的跟王毅谈，我们是不是能够安排两位领导人见面？啊，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因为这两个美中两国，就今天我们讲的G2体制，就两大这个经济跟军事的大国。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那我们台湾呢？这个关税现在会多少？我们去年出口到美国1163，进口423，然后呢，顺差739。那今年上半年1到6月，我们已经顺差550了。那关键就是因为中美在打贸易战，跟全球打贸易战，台湾最重要的出口半导体跟相关的产品，美国最需要。如果你美国最需要，你为什么对我们高关税？给我32。现在呢，第二季台币升值12%。哦，所以如果32减12，那就是20咯。如果比20还要高，你赖清德去跳淡水河。如果你没有到20以下，哦，这还是最基本，因为到后来还是32。为什么你不敢反制美国？像中国、像加拿大、像欧洲、像日本，哦，你为什么一定要学的像越南、菲律宾？结果呢，菲律宾到头来最亲美、爱美的，哦，他做了示范。所以我现在是觉得台湾这边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到底是多少。这个在检视赖清德的能力，以及在检视你亲美的这个后果。但是大家似乎都不太看好，因为不管怎么样，加上了这个汇率，其实我们现在输美的产品一定都会减少。那减少去哪里？两岸。那你现在搞什么汉光演习、抗中保台，没有智慧的领导人。是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刚刚杨老师讲说跳淡水河的事情啊，那我在这边要补充一下，也就是爱惜生命，也不要污染河流。那我们看到啊，无论是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或者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那在吉隆坡见面，那其实他们要谈什么呢？当然谈的就是两国领导人的会面问题嘛。是，从来这种大国领导人的见面啊，都是从事务层次开始。其实到了外交部长的层次啊，也已经快要告一段落，也就是已经快要水到渠成了，有共识了。对，已经共识已经建立了。不过如果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外交部的通稿的话，其实他对于川习会这件事情呢只字未提。但是卢比欧就不是这样啦，卢比欧就讲说啊，那个美中领导人有强烈的会面意愿，这是卢比欧讲的啊。那但是中国大陆有这个意愿吗？可能没有。那我们这样讲啊，也就是说，刚刚那个杨老师也叙述了他们两个人见面的这个气氛啊，其实气氛都不好。那要继续的深化的谈下去，机会也不大。那至于说呢，我们刚刚讲到说，王毅一天见到了五眼联盟的4个外交部长，那少哪一国？少的是纽西兰。可是纽西兰有积极的抗中吗？其实也没有。那他见这4个外交部长呢，除了卢比欧之外啊，其他的其实也就是在破解美国所进行的联合威慑。那联合威慑也就是刚刚讲到说，为什么这一些无论是澳大利亚或者是那个加拿大，一天到晚搞反潜机啊，或者是军舰在台湾海峡或者是台湾周边海域转来转去，这个就是美国以老大哥的姿态要求他们这么做的。那现在呢，王毅外长见了这一些外交部长啊，其实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黄英贤他特别讲到，澳洲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那没有变化，而且不支持台独，讲得非常清楚啊。那这就对了啊，而且呢，要不断的奉行下去，不要再派P8A 在这边附近转来转去了，因为其实台湾海峡距离澳大利亚很远啊。不要再花钱了，不要再像我们第一节看到这么多。你说北约国家要派航空母舰到台湾周边海域来，其实那都是浪费钱。我们想一想，
之前浪费钱的这一些领导人是不是都一个一个被政党轮替，一个一个下台一鞠躬？如果是，那就请做对于福国利民的事情，不要再做一些然后专门就是购买军武啊，然后或者就是做这些联盟的事情，然后实际上要遏制中国。中国不是你们这些国家可以联合威慑的。好，休息一下，广告后来继续讨论。欢迎关心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现在哇，加拿大探说信错了，那现在包括了这个巴西啊，也决定要抵制啊。怎么说呢？像我看到川普亮出35%的关税牌之后呢，加拿大要撤回7月21号这个钢铝报复计划。原本呢，川普在7月10号的时候发信给卡尼说，我们接下来这个谈判期限到8月1号。警告如果没有完成协议的话，现在加拿大可能会面临到35%的高关税。那白宫的顾问呢 ，Navarro 就鼓励加拿大继续跟美国谈判，来降低这个贸易壁垒。那面对美方的施压现在加拿大政府决定暂缓原定7月21号实施的新一轮的报复关税计划，那进而看下后续的发展情况。那川普威胁加拿大的商品要征收35%的关税，那卡尼回复呢，将会继续的磋商下去。他说呢，现在加拿大将保护工人跟企业继续在8月1号期限之前呢，跟美国来谈判。好，那现在呢，会见加拿大的外长王毅痛批美国滥施关税破坏国际的贸易秩序这个王毅呢，在吉隆坡会见的加拿大外长阿南德的时候呢，他痛批说，美国滥施关税，破坏国际的秩序、经贸秩序，甚至呢拖累全球的经济成长。那阿南德他怎么说？他表示说，加拿大在新一届政府致力于对供应链的多元化，然后加强经济发展的韧性。看能不能弹出一朵花来，大家继续看下去。那现在问题是，川普也对巴西祭出50%的关税那巴西的这个鲁拉呢强硬反击，说有的是其他市场没有在怕，他现在退信。那跟 WTO 申诉，甚至要提税直接跟你美国提税。现在三招牙反击川普，他说巴西经历过多年成功分散出口市场我们不是没有美国就活不下去了。哇，这个底气很硬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巴西呢对美出口只有占10%而已，最大出口国在哪里？在中国大陆，占了28%。好，那它现在硬起来到底有没有用？巴西现在被课50%啦，关税现在暴怒啦。那川普猛夸前总统，在松口说不排除对话。川普在11号受访的时候说，未来不排除跟巴西的这个总统鲁拉讨论这个50%关税，但强调不是现在。另一个部分呢，巴西的底气在哪里如果现在美国对巴西课征新的关税了，那美国民众爱的这个牛肉汉堡将会涨价。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对巴西课征高关税会堆高美国的消费者的生活成本。那 CNN 也报道2024年美国向这个巴西向美国出口的总额达到了404亿美元的这些商品，包括了咖啡、果汁，还有冷冻肉食品，这些都是美国民众常吃的，还包括了原油这些粗铁、化工、能源商品都可以排前10内。所以现在高关税下去，到底是美国会重伤还是巴西会重伤？现在看起来巴西是没有在怕的。那美方也表示将在8月1号开始对巴西课征50%关税，批评是巴美贸易不公，而且要求巴方应该停止在国内的政治迫害。那这件事情呢，他去问了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呢？那毛宁怎么讲？他说，关税不应该成为这个胁迫、霸凌或是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工具。好，那再看到现在中国大陆也要祭出稀土来当关税的筹码，美国会不会着急我们看到现在五角大厦罕见砸了117亿的台币要来这个建稀土厂，决心要来对抗中国的垄断砸了117亿，要投资这个 MP 材料，那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呢，要摆脱对中国的稀土依赖，确保战机、飞弹跟电动机这些关键武器不会受到牵制。那这家公司呢，在加州拥有美国的唯一的稀土矿场，将用这笔资金在2028年前要盖一座1万公吨的稀土磁铁工厂，要到2028年好，那现在呢，这个公司最大股东是五甲大厦，现在股价飙起来了
飙到733亿元。但这样砸下去之后呢，有用吗？大家看有没有用呢？现在美国的有一个主管泼冷水，先解决技术跟污染问题好了。他说这部分是因为中国在多年已经掌握了这个稀土这些中油产品的一些提炼跟净化技术，但美国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污染问题呢？现在值得关注。另一个部分呢，《华尔街日报》就说许多买家之所以可以意识到依赖中国的风险，却一直不愿签订跟西方企业的一些制造磁铁的长期采购协议，这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支付高额的这个价格，所以美国恐怕会收净化设备的高额费用吗？买得更贵，那到头来有得赚吗？先请教彬哥怎么看？其实加拿大的决定是对的啦，就是也不必急着就直接跟他针锋相对的就给他报复性关税，还是可以谈嘛。因为实际上美国这次他连续抛出来几波这些东西都不是最终的定案，他其实还是要跟你谈，只是故意先吓你而已。所以你看，很多国家也是就继续谈啊，就当作没看到，就继续谈，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加拿大也是走这条路，这也是正确的方向。是。那可是巴西这个就好笑，因为看起来川普是在帮波索纳洛报仇，对啊，因为波索纳洛是他好朋友嘛，然后最近在巴西受到审判，所以他直接强烈要求说你要停止对他的审判了。那不然的话，我就要惩罚你。这是摆明的介入他国内政，这个是非常糟的一个作为。但是川普才没管这些。那问题来了，问题是，其实如果按照川普的关税政策的话，巴西应该要受到非常优惠的关税优待。为什么？因为是美国对巴西出超，不是巴西对美国出超。所以你对一个那个可以卖去更多地方的国家，结果呢，你实施高额关税。那你是在逼着对方报复你，然后让你的产品卖不出去。我不知道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很奇怪。但是川普就这样决定了。但这是不是最终的关税呢？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川普其实丢这个50%关税，就是要逼鲁拉跟他谈。但是鲁拉，你要知道，鲁拉是左倾很严重的人，是，所以你把他惹毛了，我觉得他也跟你对干，他也蛮强硬的哦。对，他也不见得会跟你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得扯啦。但是我认为巴西到跟美国最后应该是会妥协啦，不至于说一路这样对干下去，因为没有意义，而且对两国都没有好处。对，现在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两败俱伤了哈。那至于稀土这个东西呢，美国早就知道稀土出问题，这又不是现在，他10几20年前就知道。但是呢，每一次都讲要做，都没做。那这一次说要丢这个4亿美金，能不能获得成果，会不会真的丢下去，其实都是问题。因为美国一直有很大的几个弱点，第一个，它没有相关的技术，对，所以它这些技术要重新培养起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耗资源、耗时间的东西。那再来呢，它的环保法规难道要全部大量修改吗？因为稀土产业牵涉到非常多的高污染的东西，是它环保法规有没有可能改？其实不是没可能哦，因为川普是硬干型的，他会不会硬干要修改法规？有可能，可是美国人民能够接受吗？美国的这些环保组织就会这样做事吗？所以对美国来讲，眼前的难关还非常非常多，恐怕不是像他们这么乐观的，以为几年之内就可以解决。是，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呢？我个人认为，川普对巴西科50%的关税，不是因为他为了要帮他的这个巴西川普好朋友贝索纳罗被国内起诉，这个当然是赤裸裸的介入他国的内政跟法律，也不是因为鲁拉骂他说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皇帝，我觉得他真的是怕去美元化。巴西跟美国的贸易是平衡的。出口400亿，进口400亿，那本来的4月份的关税是10%，一下变成50%，他是在杀鸡儆猴。第一个，他最担心的就是美元霸权会衰退。当然，我们现在讲的美元霸权，或者是说去美元化，这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可能未来2、3年不会出现。但是未来如果到了2032年，中国的经济超越美国，如大家所推论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这种很戏剧性的变化，也不一定。几个指标，第一个，整个美国的经济现在大家对它还有信心吗？关税这么高的情况之下，供应链又回不去，除了半导体跟部分的汽车业，然后呢，通膨会出现。第二个，美元资产美债现在是直落，就基本上已经很明确的方向。过去连续3个月
各国都持续的在抛售美债，然后呢，黄金不断的在维持它的这种地位，比特币现在变成各个国家政府跟大企业，作为储藏这个货币的选择之一，每个月光比特币的这个 ETF 都增加将近20亿美元，所以美元资产的这个信心开始消失了，美元霸权就建构在美元，大家对于美国的信心的这个经济的信心，美元资产啊美债的这个持有，还有呢用美元作为贸易的交易这3大项。那现在就大家担心呢，为什么对巴西制裁呢？因为巴西、中国跟东南亚许多国家，甚至跟印度、跟这个中东、俄罗斯，都在进行本国币交易了。也就我们彼此间的两国的贸易我们用本国币，其实大部分用人民币来计价。是，只要跟中国进行贸易的，它现在都慢慢的改为直接用人民币。然后呢，现在为什么对巴西？因为巴西在主办金砖会议，金砖在提金砖币。印度在今年搅局搞黄了2次，他们有一个共同声明，里面是说未来不排除发展共同货币，但是呢，印度都在搅局，让他没有出现共同声明。所以，川普跟美国真正怕的是失去了美元霸权，去美元化，所以才要对巴西采取10%一下子拉到50%的制裁。但是我跟你讲，刚好反效用，大家反而更警觉的，我们一定要走这个方向，减少美债的持有，然后增加本国币的交易，是不是未来出现所谓的替代美元的这个做法？我觉得去美元化这个速度会加快的。是，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我们看到为什么鲁拉可以这么样的硬气也就是我们来看到，有关于巴西它的进口跟出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呢，其实它出口以巴西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高达940亿那但是呢，它进口只有636亿，所以它才是真正的最大贸易伙伴。那相对于美国来讲呢，美国就是进口了406亿，但是出口了403亿。这也就是刚刚杨老师讲到的，其实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差不多的，对，差不多的。那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当然，巴西政府它没有在怕美国的，而且实际上来讲，美国就是利用关税介入他国内政这实在是非常恶劣，这个是有违联合国宪章的相关内容的那至于说我们大家讲稀土稀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稀土本身，是稀土的技术以及人才。那有关于稀土的技术以及人才的部分呢，我们刚刚看到，它要到2028年才可以盖新的一个厂。那现在已经是2025年，3年盖一个厂。如果换在这个基建狂魔中国大陆的话，可能不要1年半年就盖好了。那也就是说，你这样如何跟中国大陆竞争呢？而且美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大学在培养这个稀土人才？我必须说有怀俄明大学，但是有多少人愿意去这个黄石公园附近风光明媚、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学校念书呢？鲁拉就直接讲啦，全线作战。为什么？他一听到美国竟然要把他整个关税拉到50%，不得了直接宣战。听听鲁拉怎么说。He sat on the couch. Oh, Lula, I will impose tariffs. If you do not release Bolsonaro, I will impose tariffs.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have a trade deficit with Brazil. It is Brazil that has a trade deficit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He will be judged. If he is innocent, he will be acquitted. I will fight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 will talk with my BRICS companions. Now, if there is no way, in a conversation, in a face-to-face, we will establish responsibility. Taxed here, we tax there. 好，
反正呢，巴西现在就是强硬反击啦，我有的是其他的市场，没在怕的。然后呢，这一件事情确实其实也激怒了巴西人。你看看，巴西人呢现在出现了圣保罗这边的抗议，他们抗议什么？他们说，到底为什么你要对我们指指点点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司法的审判，为什么你要来介入？甚至呢还拿关税来说事，所以现场就出现了这样子比较激动的场景，比较情绪性的场景。那直接讲是反川普的示威游行。川普现在到底是不是利用关税在颠覆巴西的国内政治？其实现在国际间呢，大家都在讨论，因为川普他自己很明确的说，因为你们巴西对这个前总统波索纳洛呢来进行一个刑事调查，这也是他高关税的原因之一。这就让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你本来不是讲吗？这贸易逆差，好，贸易顺差，这个大家还可以理解，毕竟呢就是贸易关税。搞了一个跟政治有关的事件，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好，毕竟啦，你看看当地的报纸直接讲啦，说呢这个是川普对巴西政治的粗暴勒索，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独裁幻想。那当下巴西也很直接告诉你了，他们呢也是一个大市场，2亿多的人口，对吧？同时呢，他们也有很多东西，你要对我提高关税，那你就别喝咖啡吧。咖啡呢，现在在50% 关税宣布之后，连续第2天的上涨，而且呢，他们也表示绝对不会退让，信来了我就把它退回去。目前这样子很硬邦邦底气的，还有谁？日本，来，日本识破帽，昨天播给您听过了。反正呢，我们国家利益绝对不能退，即便是美国的盟国也不能被看扁，或者是言听计从。识破帽很直白的讲，日本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因为它其实两线在作业，跟美国这边关税持续在谈，好，跟中方这边也谈呐，你来看看东协呢这个外长会议，日本这边的外长啊，就直接的对上了这个中方这边的代表，然后讲了，我们希望牛肉可以重启输入这件事情，现在说还真的正是在磋商当中了。最近也有看到了另一个动作，就他们的水产企业呢，就又再次的去中方登记了。那个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排放这核废吗？那后来中方就一直在讲，双方一直在磋商。最近看到业界第一线有开始动作了，是不是表示已经要开始慢慢的恢复对华出口了呢？再要来看到的是加拿大，好，以前刚选举的那一阵子，我记得吧？讲话超强硬的卡尼，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的tackle 了呢？什么意思？因为呢，川普现在威胁他那35% 的关税，据说卡尼当时正在一个度假的状态当中，所以就还没有任何直接的宣布。可是他亮出了35%关税的牌之后呢，加拿大是撤回了本来要对他们的钢铝报复50%的关税。那我大家可以理解啦哈，因为如果你调到50%，那个35%会不会马上全部变成50%？所以他是先按兵不动，只是因为先前他们确实就是对于川普是很强硬的啊，卡尼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态度也是很硬，所以现在到底是不是在退缩了？毕竟呢，川普很在意的那个大型科技公司所征收的数位服务税，现在传出加拿大也取消了。那不就什么都没了吗？好，王毅现在呢会见了加拿大的外长，就讲到美国滥施关税会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等等的问题，只是后续这件事情会怎么样解决？8月1号还没到嘛，这些东西呢可能会在8月1号之后才会比较明朗。回过头来就想要请教一下邱毅委员，您怎么样来看？巴西现在是已经全线作战，直接宣战。鲁拉代表了巴西的人民表达的愤怒。我跟鲁拉一样的愤怒。你知道4月2号，川普第一次在解放日公布对等关税的时候，巴西多少？10%。现在多少？50%。可以说是第一轮、第二轮22个国家里面最高的。为什么？理论上来讲，他应该是要对付对美国有贸易盈余、贸易顺差的国家。可是巴西对美国，你知道吗？它是贸易逆差啊，虽然逆差而不大，但是毕竟它是逆差啊。你竟然一口气50%，而且原因何在？
我把它整理归纳4个原因。第一个，介入了巴西的内政嘛。在鲁拉之前，巴西的总统就是被称为巴西的小川普，那个博索纳罗，原来也是个军人，然后做了巴西的总统，一屁股的就跟着川普的后面走，做川普的应声虫。好，那现在鲁拉上来之后，开始调查这个博索纳罗的犯罪行为，有贪污啊，也有煽动民众暴动啊，甚至发生了叛国罪啊。所以正在做司法调查，你知道吗？川普就堂而皇之要鲁拉不要调查了，要放过博索纳罗，鲁拉怎么可以同意呢？这是干预巴西的内政啊！而且明年巴西要大选了，现在川普在支持博索纳罗的儿子要来跟鲁拉竞争，鲁拉能够不跟他搏这条命吗？鲁拉是搞公运出身的，是很强悍的。第二个，川普在公布之前讲过一句话：参加金砖的，以反美为中心的，我都要加10%，有没有？对。那你知道金砖最重要的五个重要的主体国家，前面的4个叫发起国，其中巴西就是重要的发起国啊。好，那第3个。其实，川普虽然表面上说很希望到中国大陆访问，其实心里头是忌惮中国大陆、讨厌中国大陆，想要封锁、围堵中国大陆的。而现在，巴西跟中国的关系这么好，现在美国本来买美国的大豆，现在转移买巴西的大豆。更重要的是，中国帮助巴西跟南美的国家建了2洋铁路，川普好不容易上来之后把巴拿马运河拿下来了，也严格来说抢下来了。但是现在如果有了2洋铁路以后，它就相当程度取代了巴拿马运河嘛，这又是犯了川普的忌讳。好，第4个，你知道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它领导了南方共同市场。川普现在觉得说，你这中南美洲我的后花园里面，就是因为你巴西带头，所以那么多的中南美洲的后花园的国家都在反对我美国，连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都敢跟美国说3道4了，所以他要杀鸡儆猴嘛，所以对巴西就下手了嘛。这样的情况你听了不生气吗？你堂而皇之是介入人家的内政，你难道不生气吗？来，请教苑老师。我跟你讲啊，大家要了解啊，大家要把话说明白。川普根本就是贸易流氓，对吧？没有比这个再无耻的行为，我们一定要严加谴责。美国不要去了哈，就是美国选出这种总统，证明美国人智商也不怎么高啊。首先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啊，其实啊，躲在被子里哈哈大笑的都是中国人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局势啊很难翻转的。美国原有的实力，尤其是软实力是非常大的。像巴西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鲁拉本身社会主义者的话呢，大家要了解什么叫关税。关税就是主权的延伸啊，关税就是海关啊，税的话呢就是你进口的货物要增加的税啊。那么鲁拉本身的话呢，他自己所面对的一个情况，受到的侮辱，来了一封信，就莫名其妙的干涉你的司法。说句良心话，我们谁都知道啊，司法在审查的过程当中不能够随便被干预的，连自己本人都不可以，你居然跑来打这个招牌，而且说是这个波索纳洛啊，这个说他多好，理由什么？理由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人对习惯性对美国谴责啊。对不对？那川普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而且这种信啊发出去了22封，最倒霉、最可怜的、最没有出息的是加拿大了。现在我遇到加拿大人的话，都讲说是这个你平常加拿大人的话呢，原则上都觉得自己也是在北美洲很了不起，但加拿大连信都没有啊。这日本当然很生气了，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本身来讲，他之所以生气的原因是日本一直以为只要听话像这个台湾这个赖清德现在讲说，只要听话，到时候条件就会一定好一点结果呢，日本只是表达他立场，那个斥责亮正已经去了7趟被美国完全看不起，然后呢就
给了一封信，那个信的内容，日本跟韩国收到一封信，前2段比起来，一个是首相，另外是总统，几乎一模一样，改都没有改啊，好像就是 pass 就是 copy 贴上去的。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日本实在是受不了，就是说什么呢啊，我们本身受到了很大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够被人小瞧了啊。当然日本话我不懂，但是据说了，我看了意思是在讲说，日本来讲的话呢，这个基本上就是日本属于这种国家的尊严的问题。加拿大的，我跟你讲，马卡内他绝对不是这样子随便就吃下来的。好，但是有什么反应呢？我跟你讲，有3方面的反应。第一个，像巴西。啊，现在的巴西的话，咖啡、牛肉、大豆、锂矿，现在人员就是往大陆源源不绝。所以说，现在你想吃好牛肉就到大陆去啊。阿根廷的牛肉、俄罗斯的牛肉，什么世界好牛肉便宜都在那边啊。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呢，像日本本身来讲的话呢，跟大陆大家不要只看到这个消息讲，说日本肉有些进口啦，日本的海产来的，日本对中国也是准备让步啊。因为什么呢？逼得没有办法，太侮辱、太羞辱，日本人要面子。我有个同事是日本人，他一提到讲说这个川普他就摇头。然后另外加拿大这边的话呢，还会有动作，你可以看得到，王毅对加拿大的外长讲话，这个时候就叫缝缝插针啊，让所有的人都会知道，美国基本上的话呢是自己隔绝于外啊，这种事情不能做。另外，我再强调一点，这巴西基本上是个逆差国，怎么会加50%？那美国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它的逻辑在哪里？我都想不透，你知道吗？是，来请教一下副司令。对，那巴西卢拉，我认为他的底气比较强，是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现在金砖5国变成金砖11国，那巴西是5个创始会员国之一，它已经在这个金砖的经贸平台上面运作已经非常成熟了。那非常成熟的话，现在就算是美国对巴西课以那么高50%的高关税，那巴西现在这个最为当务之急的就是要寻找替代市场，因为卖到美国增加了50%的关税，卖不出去了。因为卖不出去，而且巴西对美国是贸易逆差，那巴西卖给那个现在它这个有金砖平台的，他找到一个最大的替代是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关税低，然后市场大，然后互补性强，有这样的特色。为什么互补性强？巴西所外销的这些大豆、铁矿石、铜矿，也包括牛肉，还有纸浆，都卖到中国，这刚好就是中国大陆所需要的。不要有时候你巴西要卖的，我中国大陆都有，我不买，我不要，通通都是中国大陆有，因为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一年进口的粮食啊就要1亿公吨。那这样的话，巴西刚好它是一个农业大国，它那个中国大陆不像美国买，就像巴西买，像阿根廷买，是这个样子。在去年2024年，巴西对中国大陆贸易顺差630亿美元，那赚那么多。赚中国大陆，那现在那换句话说，那巴西荷包赚满满嘛，因为贸易顺差是赚钱啊，跟美国来看的话是贸易逆差，是被美国赚走啦。美国现在是贸易逆差多，贸易顺差少，巴西是贸易顺差，对美国来说，所以美国是赚巴西的钱呢，美国反而要对巴西应该是低声下气，因为我在赚你的钱，这个你要知道赚人家钱，人家是老大，因为这毕竟。出钱的是老大嘛，巴西现在出钱买美国东西，巴西是老大。结果川普这个牌，我认为打得错了，打得错了。刚好你这个时候好，卢拉刚好，那我就向中国大陆卖，我更要赚中国大陆。不要忘了，巴西也是石油出口国，也卖这个石油也卖到中国大陆，也有这个。大家认为巴西它自己石油是进口的 ，no， 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来看呢，巴西按照这样，它已经找到平台了，也找到替代市场了，也找到。低关税的出口了，那这样的换句话说，我认为川普在这一方面呢做得不漂亮，他这样做不漂亮，不但没有得到巴西这一方面的政治的倾向，把巴西拉到美国这一边，反而把巴西往外推。它是美国后院最大，因为巴西的领土地啊851万平方公里，占南美洲整个一半，其他什么国家你们只占一半，我一个巴西就是一半，人口2亿1000多万人，你看那么大。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结果美国把这个自家的后院往外推，美国在战略上来看，似乎是错误的。好，但是呢，我们的川普总统 Mr. President 他的看法跟大家不太一样，他看法是太优秀了，怎么会有这么优秀的人呢？来看看这张图，我昨天看到的时候，我真的以为说，是哪里又有梗图？
没有呢，白宫的呢，白宫发文盛赞，说我们的川普总统呢是希望的象征，真实正义美国的样子，超人川普，然后后面呢还附上一个美国国旗。那就想说，哎呦，原来白宫现在也会发这样子的一个官方制图，有一点看傻眼，因为呢，先前其实也看到了川普他自己转了另一个图是什么？这个 cosplay 的图嘛，那个时候是教宗，然后呢，现在又变成了超人，大家就觉得说。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川普嘛，因为是川普，所以什么也都见怪不奇怪。譬如说，他最新也转了一篇文，还说 so nice 是什么？是这个今日美国。好，今日美国 USA Today 呢，他发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如果这样不值得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什么才值得呢？他盛赞川普结束了以一之间的战争。哎呦，川普太开心了，说你 so nice， 你真棒，你真的是很好，很贴心，给我发了这篇文章。当然也就是把他按赞的意思啦。那反正川普嘛，所以呢，什么大家都要讲好听话。现在就连他家门口的路都要改成川普总统大道。即将有人提案，我想这个改名可能也不远矣吧。也因为是川普，所以现在美国媒体在报道啦，说既然 FBI 这边有员工讲局长坏话要被测谎，所以呢，他们就在讲这个人其实是川普的盟友，叫做帕特尔。现在呢，变成了局长之后，管得很严，而且管得很细，扩大测谎机的使用，只要讲局长坏话，对川普政府不利的，通通都会叫去问。那这一些呢，大家就是要问了，是不是符合他们最基本的员工利益呀？而且川普现在他到底什么事才是真正应该他心里面很想的事，是去中方访问吗？好，原因是因为呢，美中之间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川习会？美国国务卿 Rubio 还真的见上了王毅，这个是在东协外长他们会议的场边会。好，他呢说这个见面很有建设性，而且呢现在两个人，也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几率很高，大家剩下来的就是时间要瞧一瞧的问题。不过眼下会先去中方的是黄仁勋，但是黄仁勋这回是7月中也就是下个星期，他即将会到北京这边来参加一个供应链的活动。可是呢，美国跨党派的议员通通跟他讲，去的时候小心呢，敏感的企业不要见哦，不然会破坏我们的一些晶片出口管制政策。好，毕竟啦，美方现在晶片还是紧压着。中方呢？中方稀土没有要放手，而且他们自己在上半年说新增了38个矿产地，里面呢包括了铀、锰、金，通通都有。好，这一些呢，黑龙江新疆找到的新资源，也算是他们未来在稀土的冶炼上面能够再一次的提升产量。因为呢，这一场战争包括了包钢还有北方稀土，这个都算是在中国内部里面比较大的一个公司集团，目前已经全部都宣布要上调稀土价格。那这个上调的比例呢，大概是1.5%左右。因为它包办了全球70%的采矿，然后还有90%的冶炼量。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全球的稀土都会上涨呢？对于五角大厦来讲，现在呢，它就是努力跟上嘛，因为我们希望自给自足嘛，所以呢，他就讲我们要砸4亿美元跟中国竞争。但是啦，业界是怎么看？业界说也很好啦，不过如果你没有办法突破那个中游，因为上游叫采矿，中游呢叫冶炼精炼，如果你没办法要解决这个难题以及污染的问题的话，那你仍旧是面临挑战。与此同时，这个稀土战没停歇， AI 战还在继续进行，特别是在晶片的这个部分，华为晶片说现在已经迈向了中东，迈向了东南亚，市场越来越大，表示它的量能量产越来越稳定了，美方高度关注，甚至还传出华为现在计划要重新设计 AI 晶片，那会转向 GPU 也就是所谓的通用图形处理器。那这个呢，就是还可以协助这个 CPU 来分享它的工作，然后结合2个不同的处理器一直运算的一个运用。就是它未来的那个功效功率能够大大提升。那对比的是什么当然就是抢这个 NVIDIA 的市场抢全球晶片的市场那如果真的让它打破的话，哇，
可能美方又要头痛。但是请教委员，因为对于川普来说，这些可能都不重要了，超人比较重要。川普基本上就是个梦中人嘛，他就活在自己的梦幻世界里面。他既是世界的 king， 世界的国王，又是教皇，最适合当教皇的人，那又是超人。但是我认为他最可恶的是什么？他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就是一个像刚才苑教授说的，他就是个海盗、流氓、坏蛋的一个作风。我们知道今天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带了个大团，到中国去了，其中有一个主题，川普要阿尔巴尼斯一定要跟中国谈，那中国也准备这个主题里面要跟他谈清楚。我要跟苑教授要同仇敌忾了。你知道澳大利亚的北部有一个很有名的重要的港，叫做达尔文港。达尔文港呢，10年前它亏损，没有办法经营了，所以交给了一个你们山东老乡，叫做蓝桥公司来经营。99年的租约，结果他经营了10年，现在变成盈余了，由亏损变赚钱了。好，那现在你知道现任川普现在现任国防部的副部长史蒂芬·范伯格，他现在有一个公司叫博龙资产管理公司，是个资金很庞大，跟那个贝莱德公司就抢那个巴拿马运河的贝莱德公司一样大的这个华尔街的一个亿万富翁，但是现在担任川普的国防部的副部长，他硬要把他抢过来，你知道吗？租约是99年，由亏转盈，那现在硬要从中国的蓝桥公司要转成让美国可以操控的博龙公司来做，有这个道理吗？还有89年的租约啊，你就要把人家抢过来，接收别人努力10年得到的成果，这摆明在欺负澳大利亚，欺负中国嘛。所以这一次中国准备要好好跟他谈这个例子。好，川普的流氓作风还有一个什么？现在越南都放话了。越南的总书记苏林怎么讲？他说他跟川普谈，跟美国代表谈的时候，明明谈的是说越南给美国零关税，那美国呢要给越南是11%，怎么变成20%？对不对？根本言而无信嘛。最后帮卡尼说一句话，我跟他有3面之缘。我帮卡尼说一句话，卡尼也是一个谈判策略了。好，所以他也是和和战战的谈。我不认为卡尼会那么容易屈服于川普的压力。这个人很厉害。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对。好，我们讲川普任性，有钱任性，但现在当了总统更任性了。来请教岳老师。我先在这边先跟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我是鲁汶天主教大学毕业的，我们不叫教皇，我们叫教宗啊，就是教皇本身来讲有这个封建思想不太好啊，就是说川普本身没有资格了啊，川普没有资格，要川普自己家里的话，真的是亵渎。我跟你讲，对我们这个所有的天主教徒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啊，大家都非常不高兴啊。那么尤其是他这个到了这个教宗的那个时候啊，去参加葬礼的时候还吃口香糖啊，穿那个也不穿黑色西装什么的，啊，他不来这一套了。我跟你讲，但是他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就是说川普本身做这个超人的话呢，这个超人什么呢？超人的话呢，在做决策他不会出错。他川普周遭的人全部是一些拍马屁的人，这个拍马屁人不得了。那个因为他不会出错，所以其他人的话他乱用人。比如说那个海格赛斯，他跟军方有什么关系啊？我都搞不清楚。我们应该张将军去当美国国防部长啊，也比他强啊，对不对？啊，他搞了其他一些，然后那个他的用人本身，其中最荒唐的就是卢比奥啊，卢比奥的本身来讲，大家感觉上，因为美国现在的话，川普上来到现在半年多来，美国最重要的2件事情，一个是俄乌的冲突，一个是中东的冲突，这2个地区的冲突都有川普派出去的特使，居然这个特使不是卢比奥。你看这个卢比奥本身现在他能干什么？所以说他这次到了马来西亚去后，想尽办法要跟王毅见一面后，因为什么呢？因为卢比奥本身作为一个古巴的难民啊，这个不得了啊！这光宗耀祖，与有荣焉。所以他1月24号见到王毅的时候，那个时候川普才刚
刚把他封为这个国务卿的时候，他跟那个王毅马上讲啊，台湾的问题啊什么什么的，王毅只给他回答4个字：好自为之。结果好自为之的话，他读到那个翻译点叫 act accordingly 啊，就是照规矩来做事，完全误解。然后后来就发觉说见不到了，见不到的话呢，现在卢比奥急了，因为卢比奥整天就是川普跟他讲说啊，在超人的指导下，你去负责，我要到中国去访问啊，他办不到啊，他完全办不到。然后呢，他本身来讲的话呢，自己就被制裁，然后呢，现在又要想到中国，他今天起码都没有，所以昨天呢一直拖，那本身来讲的话呢，讲得很主动，说讲了要好几次啊，这个说要见面没见面。然后时间也躲等，因为我昨天话呢也跟一个直播在这边，等到我们直播节目都结束了，都还没有见到面啊。这个故意的外交无小事，王毅就要整他，然后呢见了面不久，然后之前的话呢，这个卢比奥见了拉夫罗夫的时候，也就是40几分钟，就他的口袋就出来，啥也没讲，也没有任何事情。那这边的话情况也一样啊，只是讲说你要注意啊，中国是本身利益的问题啊，他都是自己一个在讲啊，希望很大啦，然后川普要到中国啦什么的，这个就是当你扮巨如扮虎，如果你扮的是一个自称为超人的人，那你美国的内阁你要怎么搞啊？所以大家现在就发觉说，美国要是有错的话，那完蛋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以拉得住他。因为你觉得这个，我刚刚看了这个 P 图，我一开始看到那个超人样子，我以为是谁又在开玩笑，后来一看，哇，不得了，是白宫发出来的，而且 USA Today 是很重要的刊物啊，都在拍马屁啊，还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啊，诺贝尔和平奖，我以后可以改成马戏团奖啊，还没得啦，还没得，他现在是有人把他提了嘛，那他也是蛮期待的。但是等等，我们回来要请副司令来帮我们做总结，看一下到底现在美国发生什么事。把这个稀土作为战略资源呢，这方面它的这个手段，还有这种战略的这种方式哦，我认为蛮灵活的。